狼成了美少女还会有领地意识吗？蛇成了美少女还会需要晒太阳吗？史莱姆成了美少女又会是什么样呢？这是我观察了一丝无一丝种动漫中兽娘们生活情况后写下的报告。人类社会对于半兽人来说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我们以赫罗为例，赫罗从一丝不挂到会想要好看衣服，也就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时间，这有可能他经常观察人类社会的原因，所以会有在衣着审美上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潜移默化的带到了动物身份中，在周围没有人的情况下，赫罗还会整理整理自己的尾巴。不过这个倒也能理解，毕竟尾巴太久不打理就会打结成一块又一块，到时候赫罗可能就要被传成9尾了。动画中赫罗对于人类社会的适应力极强，只能说狼神还是过于聪明了，不然这个动画也不会有一个叫夫妻行骗记的名字。动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赫罗依然保持着相当完备的动物性，剧情中有明确的表达过他俩闯入了其他狼神的领地，赫罗对于在那时候低声下气去求饶显得非常生气。可以看得出来，面对这种情况，如果罗伦斯不在的话，赫罗很有可能会冲上去比划比划。他虽然是狼神，但在成为罗伦斯旅伴之前，绝大部分时间还是没有作为人类形态出现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直接把动画中的内容看作他与人类社会接触后发生的变化。而在游戏人生中的出来一刚，则是一个设定中的原生半兽人，他们这个种族身上的动物性非常强，强到空白两人看见就直接冲了上去，逮着人家使劲薅，就像是你看到一只非常可爱的猫或狗，本身也有通过血脉中保留的种族特长来进行游戏的情况，说成是拥有人类智慧的野兽也完全没有问题。但看过动画的我们都知道，他们进行的游戏项目那真的是相当人类了，完全潜入式的 FPS 游戏，科技水平高的夸张，甚至有一种和他们那儿的整体风格完全不兼容的夸张。我挺好奇的，在这种娱乐的冲击下，真的不会变成死宅吗？本来我挺想就着这个多说点，但是吧，我请问了，我游戏人生第2季呢，我想多讲都没素材给我讲啊。其实还有一个叫魔舞娘相伴日常的动画，都叫这个了，肯定都是写半兽人的，里面描写了非常多亚人生物在人类社会中也依然保持着应有的习性，比如女主角是半人半蛇，所以依然会保留冷血动物需要晒太阳来提高体温的动物性，而这个女主很多时候就是缠着男主来靠人类的身体提高体温，是物理意义上的缠着男主，就被这种大蛇缠上，男主晶晶直脱臼，也是超人级别的战士了。里面还有个史莱姆，可以说是把史莱姆的特性做得非常完美，甚至还有需要补充水分的描写，也会有一些很现实的内容，像是亚人种族刚和人类社会接触的时候会遭到非常多的歧视啊，在被询问的时候证件方面会存在问题啊，就写得有点太真了。不过鉴于这个动画虽然不是 R18 作品，但尺度几乎能打平 To Love 的表现，更多的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我怕视频没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你有喜欢的半兽人角色吗？或者你有看过什么有描写半兽人习性的动画吗？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